各位觀眾大家好，我們今天呢又來到了這個大橋頭站鹽山觀光夜市。那我們很久以前來過這邊一次，吃了甜點。那我們今天找了幾間網絡上很多人推的店家，好來幫大家開箱一下這邊的東西好不好吃。鹽山觀光夜市出發。好，我們現在來到這家呢叫做寶記傳統小籠包，招牌就是它的小籠包。剛上來的時候，老闆還特別說，他不用加醬就很有味道。我最喜歡這種有自信的老闆。OK， 那我們就來幫大家吃一下。那我們點的小籠包跟酸辣湯完美搭配。然後這家也是很多名人有在牆上簽名，兩任市長。OK， 我們來吃一下這個小籠包。哎，它就算湯包嗎？它不會叫湯，可是它算蠻有水分的。它有一點康寶海鮮濃湯的味道，很神奇，就是它有一種鹹鹹的海帶味。因為通常這個比較像是小籠湯包，因為它皮是比較薄的。小籠包通常會稍微再厚一點，也比較沒那麼多水，蠻夠味的，就是鹹鹹的。其實裡面，然後豬肉也是算是，它有那種 QQ 的，有點像筋，口感也不錯。但它真的有一種鹹到有點像是加了海帶，還是海帶芽之類的那種鹹。也許這就是它裡面藏着的秘密。再來喝一下這個酸辣湯。不錯，比較香的，它不太酸，但它自己这邊有加醋，就是可能是老闆都是做比較淡一點重口味再自己加的，但它的酸跟辣比較沒有那麼刺激。你现在是老闆剛剛非常自豪的，他說他們是這個豆瓣醬，然後是自己炒的，非常推薦我們試試看。那我們沾一點來試試看。它不像外面那種豆瓣醬，豆瓣味比較沒那麼重，可是蠻辣的，會有一種香辣的尾韻在你的嘴巴裡面。但很其實是它不會上下，就它不會辣到你整個非常不舒服，就是有一種香辣的味道在你嘴巴裡，舌頭上會有一種微微的刺感而已。那你是推薦沾嗎？還是說吃原味直接上？喜歡吃辣的話可以沾一下。其實它這個不太像豆瓣，它豆瓣味有，可是沒有到很重，它反而有一股沙茶味，会有一種辣感觉在嘴巴裡。那我們就把這家寶記傳統小籠包吃完，再前往下一家。好，我們現在來到這家呢是老牌張豬腳，那我們點的是一個腿部、一個湯跟一個炒菜，聽說是非常老的一家老店。有，它有一種花生味，我覺得是偏爛，可是我覺得它瘦的肉的部分醬油偏鹹，可是肉我就還好。試試看這個非常常見的豬腳的這個配菜。就是說這家味道蠻古的，像它這個筍子也是，就是有一種要在那種很老的小吃店才會吃到，這個是比較酸的。就是我吃一些比較現代的店，就可能比較沒有那麼古早的店，就是腿庫豬腳這一類的，它會比較走甜路線。可是這個就是有點是香鹹，可能這個是像他說的老一輩比較吃這種比較鹹。OK， 來我們來喝一下這個湯。這個 set 吃下來，我最喜歡的是這個湯，就是那種筍子湯，也沒有加的太鹹，清甜，這個我最喜歡。因為跟我家附近那家蠻像，我比較不吃這麼爛的，所以我比較喜歡它，就是有點口感，醬油味比較那麼重。雖然我的口味上可能比較不是這個流派，但是我覺得吃起來這家是蠻好吃的。光從這個湯就可以感覺得出來，這湯真的蠻好喝的。我等一下可以考慮再點一碗來，我們就把這個老牌張豬腳吃完，然後再去下一家。嚴令斥責烏龜行動電源，看我的影片就需要這款 UniPapa 收線行動電源 S1，自帶 USB-C 線，大容量10000mAh 加45瓦快充，電量直接飛起來。還有這款有序行動電源能量棒，也自帶 USB-C 雙向充電線，重點是它可以充智慧手錶，體積還更小。如果還想充更快，來這款67瓦有序收線快充頭，不只自帶 USB-C 線，還有 EAEC。這款100瓦有序延長線，插座間距加大，全新的主動式機械阀門模組，插拔自動開合，手機、平板、筆電一次搞定。停車費60，半小60塊有什麼想法？其實老實說，對夜市來說，半小60雖然貴，可是是可以接受，因為你預計夜市不會待很久。但說實在的啊，夜市貴一點，好像預期心理可能會覺得啊，這邊難停。沒有，我跟你講，像他那樣收那個錢，對不對？假日就會一堆像這種違停在路邊的，對吧？你被拖掉一次也才1000多的。你看1小時120嘛，你提一次可能就600啊，你提2次沒被抓就賺到了，但是成本太低啦，而且你還不一定會被調走啊，你可能只是被開單而已。你剛剛走過來的時候，為什麼會想起來我們之前來這邊拍過？入口一進來就想起來了，
因為你上次有叫我在那個柱子那邊拍什麼大桥頭是我家的啊，那特別待就記得特別清楚。那我們現在來到這家呢，叫做新营豆花，我們來吃甜點。啊，我們點了它的招牌豆花，然後加了3種料，花生，然後湯圓、荤桂，然後它的豆花還有剉冰，感覺在這個炎熱的夏天越來越適合吃這一碗。你喝它这個湯，純湯，要有點冰水的味道，但是呢，它的料呢都會比較甜，就是花生也是甜的，然後這個湯圓也是甜的，然後這個荤桂也是甜的，所以它有點是把那個料的那個甜，就是讓它泡在水裡面，然後混合成一種，我覺得還不錯。你吃完不會覺得喉嚨乾乾的。哦，所以它是用它食材的甜去讓它的水变甜水。有一點，我不知道会不會越來越不明顯，但是我剛喝的時候，就是它有一部分是甜的，一部分是開水，就你還沒有攪的時候，比較沒有那麼 mix 在一起的时候，你會喝到2種味道。它的豆花會有一種味道，很難形容的味道。炭燒味。有可能，我再吃一個看看。它比較像是烘焙，你喝那個什麼烘焙烏龍的那個烘焙的那個味道。我不知道那怎麼做的，還是那也是用炭燒燒出來的。虽然有點甜，但是不會到太甜。看它的花生很像花生牛奶的那花生，它可能泡在沒什麼糖的水裡面，它就沒有那麼甜。可是我覺得小孩子可能他會點別，小孩子會喜歡喝那種爆甜。這碗還不錯，很好吃，而且蠻大一碗的。而且有個重點啊，很多人來簽名過。我們剛剛稍微看了一下，這個牆上有蔣萬安、陳志涵、雞排妹，所以我們湊齊了這個3元素藍綠白，所以證明這家店是中立的。那我們就把這個新營豆花吃完，然後再前往下一家。好，各位觀眾，我們現在來到這一家呢，叫做施家湯圓。那它的牆上呢貼了非常多的戰績，連續6年都有入選米其林。好，我們就點了它的這個招牌，這個鮮肉湯圓，還有這個餛飩，算是綜合。這一碗2顆鮮肉，3個餛飩，70塊，還是蠻便宜的。嘿，糾正，4顆餛飩，我們就來吃吃看。先喝一下它的湯。它湯有一種那個古早味米粉湯的那種湯的味道。先吃一個這個餛飩，餛飩蠻香的，但我不得不說，餛飩還好，一般的好吃的餛飩。再來吃這個，好，現在湯圓。皮是有延展性的。我必須說，我吃不明白，它這個裡面的這個肉，我覺得蠻好吃的。這個肉配着它那個湯圓裡面那個肉汁，至少可以給個90分以上。但是我不懂的是，我跟這個湯圓搭不起來，就是有點吃不明白為什麼它要搭那個皮。當然內餡是真的蠻好吃，很夠味道。所以說它這個餡如果加在什麼白飯上，那是一碗很好吃的滷肉飯，好像是一層皮包着滷肉飯的餡，但是好吃的。可能這就是為什麼它可以上米其林的原因。就法餐你也不明白它為什麼要弄成那樣子，可是弄起來是好吃的。你不會把這個東西加在湯圓裡面，怎麼會蠻好吃的？我必須說，它這一碗湯圓4顆70塊，老實說蠻便宜的。4顆對我來說半飽附近，至少不會餓。然後再來我們吃的是這個掛包，75塊，比這碗湯圓還貴。它這個皮有點像那個，也有那個好像扭過那個什麼麻花。那之後就是剛剛我跟那一家豬腳說的，因為那家豬腳是可能古早味還是怎麼樣，就是鹹的那一種。這個就是因為它有加那個花生粉，就比較甜，所以它滷的那個味道比較沒有那麼鹹，會吃得到那種比較香的那個豬肉味。這種是我比較喜歡。但我個人覺得論 CP 值，感覺還是這個湯圓。現在這個掛包也不錯吃，70塊的話，我還是選擇湯圓。吃下湯圓吃完，然後再前往下一家。好，那我們現在這個天色已經漸黑了，那我們現在呢，終於來到這個旗魚新竹米粉。那這家是從6點半開到隔天早上5點，晚餐跟宵夜都有得吃，應該算是一家宵夜名店，因為它一開門呢，基本上就開始要排隊。我們来吃吃看這一家的旗魚米粉，它這個好像也是蠻有名的，每個人都會點的紅燒肉。炸豆腐，好像看它一盤一盤炸鍋，感覺沒有停過。超猛的。先吃吃看它的這個燒肉，沒停過的。好吃，現炸的沒毛病，算蠻好吃的一個這個紅燒肉。再來吃一下它這個也沒停過的炸豆腐。
我比如說來這家感覺也不會有人專吃這個米粉，特別加這個旗魚丸下去煮，這個湯會有一種吸了一點淡淡鹹鹹的味道，但是感覺就味道上來說都不太夠，就是剛好可以配這些小菜。來，我們來吃一下這個炸蝦，一口這個小菜，然後配一口米粉，我覺得剛剛好。我覺得應該算是蠻平價，可以吃到飽。應該很多那個司機啊什麼的，半夜會來這邊吃宵夜。来，你吃那個魚丸好了，魚丸。也蠻好吃的，而且蠻有味道。湯就是有一點清湯加一點那種，然後你看它這邊會有一點點這種碎肉吧，有點像魚肉，太軟。好，我們就把這個米粉吃完，然後幫大家做個總結。好，那今天這個鹽山觀光夜市吃到這邊告一段落。今天我覺得不知道是因為這裡比較老區，有很多老式的，蠻多是有點清淡的。有一些店感覺好像很適合一些中老年養生來吃的那種感覺，就是口味有一些偏淡。如果要推薦幾家的話，我覺得小籠包跟那個湯圓，我覺得這兩家蠻好吃。其實老實說，我覺得小籠包它做的算蠻有特色的，皮是薄的，然後肉跟餡的味道又蠻夠。然後它的那個辣椒也蠻好吃的，再來就是那個湯圓，那湯圓也是，雖然我吃不太懂，但是我覺得它的整體來說都蠻好吃的。而且在那家店人除了多以外，我稍微掃了一下，其實大家點的東西都不一定是一樣。我看有人點雙醬麵，然後有一些人點香菇滷肉飯還是什麼的，口碑應該都還不錯。我是覺得如果宵夜可以來吃，對，宵夜可以吃這個，因為這個雖然米粉比較偏清淡一點，但它的小菜其實都蠻有味道，所以其實就有一點像是配飯吃嘛，就是你可能點個炸肉，然後配飯吃那種感覺。OK， 那這部影片就到這邊結束了，謝謝大家收看，我們就下期再見啦，拜拜。那你們有規劃下一次要去哪裡玩嗎？現在不用規劃啊，短期的是不可能的，對啊。我很希望現在國旅好，你知道那時候馬英九油電雙漲才漲破30，就有點在叫。我是原本是1100、1200，然後那天好像加1400多。那你要想國旅，假設你衝南部來回就是加一次啊，加一次啊。那就不要去南部啊，我们在北部玩。那不如在家裡玩。